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2月8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96.43，收盘价是196.81，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97.50。最低价是在189.55，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8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86 亿股，与前一个交易日基本相同，量平。KD 值我们会看到开口增大，双线是继续上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MACD 开口略有缩小，但双线是继续上行。那在零轴的上方呢，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多头的趋势中。好，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2月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我们把它称作叫蜻蜓线。那蜻蜓线的特征呢是下影线很长，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小的实体呢在 K 线的上部，那上影线很短。那蜻蜓线通常是变盘的信号 K 线，那在高档呢是股价容易转折向下，如果是在低档呢，股价容易转折向上。那目前这样的一根蜻蜓线，它所在的位置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然后出现了横盘的这么样一个位置中。对，那也就是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对于蜻蜓线来说，如果高开高走，收盘价能够站上这根蜻蜓线的最高，那股价呢将会继续上涨。如果日后股价是开低走低，并且在收盘价跌破了这根蜻蜓线的最低，那我们说股价有可能会出现回档，甚至是下行。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第一个可能呢，我们认为在2月7日会是突破，但是是带有条件的。向上突破收盘价会在209，向下突破呢收盘价会在181。那如果不满足突破的条件，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收盘价会在197，这是我们预测的第二个可能。那实际在2月7日收盘价是在196.81。那我们预测的这个收盘价和当日的走势与实际的发生是基本相符，也就是相接近。那我们刚刚在 K 线信息的解读说，这样的一根蜻蜓线股价后续有可能会出现回档。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先来说上行，因为下回档呢是我们主要分析的部分。那上行呢，基本上目前的目标是不变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00关口。对，但是呢，我想我特别愿意把这个水平线从200关口下拉到这个蜻蜓线的最高，也就是在197.50这个位置。对，把它作为今天我们说的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因为对于蜻蜓线来说，日后的收盘价如果能够站上蜻蜓线的最高也将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上行。所以我们今天把这第一个目标设定在197.50。
那我们说站上股价会继续上涨。那继续上涨，第二个目标我们说依然是237。对，那阻力呢，我们会看到有125日均线值和200日均线值都将是股价继续上行的阻力。所以我们在等股价能够站上200关口，或者说是197.5之后，我们再来讨论237这个位置。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这是我们在连续4个交易日的视频当中啊，都提到了这第一个目标。因此我们说，在200关口附近啊，它的压力是非常重的。同时我们也想说，这样的一个重的压力一旦突破呢，我们说那股价将会有一波新的上涨。对，甚至日后这个200关口呢，将会成为股价回档的一个强支撑。好，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上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的回档，这是我们现在目前要特别关注的位置。好，那对于股价下行的目标，那目前我们说这个我们会把这第一个目标放在182。对，那我们把这条线呢变一下颜色。好，那182呢，我们说连续4个交易日出现，虽然我们会看到股价的收盘价是一个上涨的走势，但是呢，我们说它依然是没有突破近几日 K 线的最高和跌破近几日 K 线的最低，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区域已经形成了一个横盘区域。所以股价如果回档，我们说它的目前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182，是2月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这是第一个目标。当然我们会看到要达到这个目标，那之前会有5日均线值会成为支撑。我们测算在2月8日5日均线值是在191到196，在这个区域它将成为支撑。然后我们也会看到前低，2月7日 K 线的最低在189.55，我们说这个位置也将是支撑。好，那这是股价回档的第一个目标。那如果一旦这个目标被跌破，也就是回档成功，不是回档成功，是回档跌破了这个182，那我们说下方还有第二个目标将是162。那162我们把它变一下颜色。好，162是这一波上涨起涨 K 线的最低，所以跌破了182之后，我们认为接下来回档一定是这个162这个位置。那我们也会看到，对于2月8日来说，第二个目标162和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底高是这两个底定义的底高的上行趋势线呢，我们会看到也到达了162附近，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股价回档的一个强支撑。对，因为这个位置一旦被跌破呢，我们说将会出现底低，会为建立空头趋势打下一个基础，所以这个位置呢是强支撑。对，好，那我们说跌破了182，如果想要到达162，在这期间我们还有10日均线值作为支撑。1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在2月8日是181到183。对，那这样一来，实际上我们会看到这个182将会成为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支撑，也就是股价连续回踩5日均线值。那如果出现一个比较深度的回档呢，会回踩
10日均线值。对，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位置呢将是强支撑。对，好，股价会回踩，如果出现深度回档呢，会回踩这个位置。好，那在到达第2个目标之前，10日均线值是支撑，然后呢，2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在170附近，它也将会成为支撑。好，这是第一个目标。那一旦第一个目标被跌破呢，我们说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回补这个缺口。但是呢，对于2月8日来说，那20日均线值会到达157，所以我们说，对于2月8日第3个目标，如果是20日均线值的话，应该是在157附近。对，好，当然我们不认为在2月8日股价会跌破到这个位置。其实我们也会，这样的说法呢，是为后续的延伸来说的。这个20日均线值啊，将逐渐提升，对，它将是股价回档最终的一个目标。因为跌破了20日均线值呢，我们说在多头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下，股价如果回档跌破了20日均线值，那我们说将确认空头趋势。对，所以股价其实回档的最终的目标就是要跌破20日均线值。那我们会看到它在逐渐的提升。好，这是股价回档的3个目标：182、162和20日均线值在157附近。好，当然接下来一定是回补这个缺口。那回补缺口之后，我们会看到下边还有缺口，也就是股价一旦建立空头趋势，它的总的目标一定是101.81。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那我们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我们删除一些干扰的水平线，然后我们把这条水平线呢上移到157作为日后的观察。好，157是2月8日当日 K 线和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的交点。好，对。那对于2月8日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位置，我们要特别关注这根蜻蜓线的最低是在189.55，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加一条红色线。如果在接下来的交易日，股价如果跌破了这个蜻蜓线的最低呢，我们说股价将有可能会出现深度的回档。对，好，当然我们说股价如果没有跌破这个蜻蜓线最低呢，很可能在这个地方遇支撑继续横盘，或者说是出现一波上涨。好，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我依然呢要重复描述这个技术上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历史的一些操作信息。对，因为每天呢都会有新进的网友呢来看视频，所以我要把这个对于操作方面建议要说全。那我们在前几期视频提到过，对，在1月17日这个地方是要有建仓的，对，这个地方建仓，然后147加仓，143加仓，然后在160这个位置有加仓，在177这个位置有可能会有加仓，然后在181.41这根 K 线的收盘价，我们是有加仓或建仓的建议的。对，那对于如果连续这样的建仓加仓一路操作过来，我们说目前账户的这个余额应该是盈利的。那我们说我们对于盈利
说，如果我们想停利出场，我们守5日均线值。对于2月8日来说，5日均线值是在191到196之间，我们要守191。在这里我们讲的是在收盘之后或临近收盘，如果收盘价股价跌破了191这个5日均线值的下限，那我们说，如果想停利，应该出场，对。但是不是在盘中守5日均线值，因为在盘中股价是随时波动的。好，那这是指的停利。那如果说我们不想停利，想继续持有仓位，等股价回档成功之后，很可能会有上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给出一个位置叫停损。停损，我们目前这个停损的位置对于2月8日来说，依然是在这个169，因为在前一期视频我们提到过，是从162提升到了169。那对于2月8日来说，我们说停损，我们依然留在这个位置，我们并没有把它提升，因为股价一旦出现回档呢，可能会回踩10日均线值，甚至在盘中有可能会跌破10日均线值，所以我们认为对于2月8日继续守在169这个位置呢是比较安全的，对，不会被不会被停损出场，对，好。这是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多头操作的停利和停损的2个建议。好，那么另外一个多头操作的建议呢，我们以2月1日进场为例，因为在之前的进场呢，成本都会比这个位置要低，所以我们以2月1日收盘价181.41，在这个地方建仓的仓位，为做这个建议。那这个位置进场，我们说目前股价虽然是收盘价在196，但是呢，我们不认为是有盈利的，因为股价随时可能会出现回档。例如在这个地方，如果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那么这样的一个利润就会消失。对，所以对于2月1日收盘价建仓的呢，我们说是止损，并没有停利。止损位我们说依然设在169，因为前一期视频我们也提到了是在169，对，目前还是169。好，对不起，有点啰嗦啊，因为我想把它说清楚、说准确。好，这是对于多头的操作。然后我们继续来说空头，空头我们不做操作建议，我们只是讨论空头。那对于空单来说，目前是非常危险的。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因为股价出现这样的一个节节高升，如果出现回档呢，那我认为应该是出现一个新高之后，然后再回档。对，那为什么说对于空单是危险的呢？如果空单设在200这个位置，回补位设在200呢？那目前的股价如果出现一个冲高，然后呢再开始回档，那么空单的这个仓位呢将会被回补，对，将会被止损回补。所以说空单目前是非常危险的。当然呢，我们说股价也有可能会冲高之后，如果200关口能够成为支撑呢，我们说股价收盘价超过200，那股价应该是继续上行的。对，好，那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是，如果出现冲高回落，
收盘价必须回到200关口，或者准确的说，在199以下，我们说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冲高，收盘低于199，然后接下来有可能会出现回档。那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在当日，例如在2月8日，如果再抱有大的成交量，那这个地方一定是有抛售的多单的。对，好，这是我们对空头的一个讨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2月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压力位第一个是197.50到200，第二个压力位是210，在125日均线值附近，然后第三个压力位在200日均线值附近，在228，这是上方的3个压力。下方的支撑，第一个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191到196之间。好，第二个支撑就是181到183之间，这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我们会看到这两个支撑都涵盖了我们给出的这2个水平线的位置。好，然后第三个支撑是在170到162，在这个区间内是第三个支撑区间。当然，我们再给出第4个支撑，就是20日均线值，是在157。好，这是我们说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在这里面呢，我想再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有网友问啊，就是说这个推测这个股价的是怎样推测的？那首先在这里我想给出一个，就是这个5日均线值为什么我们测算是在191到196？这是基于我们在做出股价的判断之后，例如马上我会给出股价的判断，会给出3个点位，那么3个点位呢都会对应着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对，所以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确定这个5日均线值的区间。对，好，是这样来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出2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那在这里我想说一下，我在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目前是美东时间是5点31分，2月8日的5点31分。对，现在是盘前时段，目前的股价是在195.6这个位置，也就是低于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好，这是信息。然后接下来我来咱们来说今天股价的预测。第一个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如果出现横盘向下，它将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或者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198.5，最低下方会到达192，收盘价会收在193附近。那它的条件呢？说我们认为股价不高于199，股价不高于199呢，我们认为才会出现这样一个横盘向下的一个结果。对，好，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向上或向下突破，我们依然会给出条件。首先说向上突破，那股价将是一个高开盘，甚至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呢，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00这个位置，也就是说可能会在这个地方留有一个缺口。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210，在
125日均线值这个位置呢遇到阻力，收盘会收在208附近。那它的条件呢是，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6的。那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上涨。好，另外一个方向是股价会回档下行。那如果是回档下行，股价将是低开盘，然后在盘中最高股价会到达195，最低下方会到达182，然后收盘会收在187附近，在这个位置。它的条件是必须是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96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下行。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月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